董事长，这我有个问题想问您。圆圆，什么事儿呀？你说。您说您这好不容易回一趟老家，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？这个你也知道，咱们公司最近要在这里搞开发，再加上这里又是我的老家，我这次回来呀，就是想看看这乡里乡亲的心有没有变。原来是这样呀。行了，圆圆，你把这些东西给我，在车上等着我就行了。好的，董事长。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好的。就在这里，歇一会儿吧。哎，你这干什么呢？大姐，你能不能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呀？我这都几天没吃饭了。哦，原来是要饭的。你要饭的，跑远一点，别在我家门口。大姐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我饿。你饿？这我家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。你别出去，快点，赶紧走。我这就走。哎，等等，我看你怎么那么面熟啊？我，哟，这不是石头吗？你不是出去创业去了吗？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？这在外面没混好。没混好，没混好，你怎么有脸回来了？这当初出去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说的，说一定要有出息了才回来，这回来也不怕丢人。哼，还不好意思了，都混成这样了，还有一点羞耻之心。美玲儿，谁？珊珊，你这咋了？你猜猜，我今天看见谁了？谁呀？石头，石头回来了。哦，石头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你都不知道他现在混成什么样子了，都混成了乞丐。这石头都走好几年了，他不是出去创业去了吗？应该混得不差呀。什么混得不错呀？他刚才就堆在我家门口给我要饭吃，我把他赶走了。你把他赶走了？你把他赶哪去了？谁知道呀？他往东走了，估计也走不远。那不行，我再去看看石头到底混成什么样子。你看他干什么呀？他混成什么样子，我再去看看呀。想当年他出去的时候，还让我儿子跟他一起呢，幸亏我没让去。什么？还有这回事啊？当初他走的时候还告诉我儿子他有梦想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看他带着他的梦想过成什么样了。他在哪？带我去看看去。要不再找找去？走。行。在哪呢？哎，是，看他是不是？走。哟，还真是石头啊！石头啊，你说说你，这孩子怎么在这蹲着呀？美玲婶，是你呀？你能不能给我拿点吃的呀？我肚子饿，几天没吃过东西了。石头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家里真的没有吃的，不过俺那个豆豆还吃剩下点东西，你如果饿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端过来。婶儿，这狗吃剩下的东西，它怎么能吃呀？珊珊，你瞧你这话说的，你瞧瞧他，现在混成什么样子了？有口东西吃就算不错了。珊珊，这石头当年出去的时候多有梦想呀，现在梦想破灭了吧？混的连口吃的都没有了。婶儿，你就别提以前了。没有想到这外面的世界那么不好混，这在外面太难了。这幸亏当年我没让我儿子跟你一块出去，他如果跟你一块出去了，也混成像乞丐了吧？行了行了，石头，你别在这待着了。你瞧你这个样子，如果让我们村里人看到，人家多笑话你呀！
是啊，你在这多丢我们村的人啊！我们村啊可没出过乞丐，你呀是第一个。我告诉你啊，石头，以后出去了，别说是我们村的人，也别说认识我，要让别人知道了，多丢人呀！你瞧瞧你这个样子，在这蹲着，像个什么呀？赶快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走呀，蹲在这干啥呀？董事长，咱们回去吧。什么？你叫他董事长？真是笑死人了！就他这个样子，还是董事长？就是他要是董事长，我也能当董事长了。你们，我是真没有想到，你们现在呀，竟然变成这个样子。本来我这次回来呀，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见面，可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你们的冷嘲热讽。你们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现在呀就是9点集团的董事长。还9点集团，婶儿，你看他装的还挺像。真是的。本来我这次回来呀，是想着开发一下咱们这个村庄，可是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没这个必要了。赵秘书，咱们开发项目呀，还是换一个地方吧。你瞧瞧，这又说开发，又说是董事长的，还带着一个美女，还说是他的秘书，你咋那么会装呢？你要是董事长，我还是董事长他妈呢。你们不相信是吧？你们啊可以上网查一查，他确实是9点集团的董事长。闪闪，你瞧瞧他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拿我的手机查一下，查查就查查，记住他的老底。婶儿，你看看，还真是石头啊！哎呀，石头啊，你真是董事长啊？那你为啥穿成这个样子啊？好像个傻子似的。婶儿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出去这么多年呀，在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。本来这次是想着以开发的名义来回报父老乡亲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我这个想法呀是大错特错。哎呀，石头，你可别跟婶一般见识，婶老了，在这农村呀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爱说个能话。你如果走了，对我们村不管不问的，咱们村可是要穷一辈子呀。是啊，石头，这毕竟啊是你的家乡，你不能放着不管。行了，你们呀也不用解释什么了，什么话都不用说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只有用真心呀才能换到真心。赵秘书，咱们走。石头，婶儿，你瞧瞧咱俩这张嘴啊，如果让乡亲们知道了，不得黑死咱们俩呀！是啊，闪闪，咱们啊可不能让石头走，咱们追上去给石头道口歉吧。行，走。好，石头。